一封只有2句话的讯息，让一对日本老夫妻从第2天开始，在餐桌上不再提起儿子和孙子的名字。讯息上写着：もう連絡は控えてほしい。こっちも余裕がない。奇怪的是，在这之前，这对夫妻没有向儿子借钱，也没有发生需要紧急处理的意外，他们只是打电话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多。那么，一对父母究竟说了什么，会让自己的孩子连他们的电话都不想再接？而那个要求父母少联络的儿子，真的只是不孝吗？日本媒体刊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案例：74岁的昭夫和72岁的妻子明子住在一栋屋龄39年的市营住宅。为了保护当事人，文章中的名字都是化名。夫妻2人的年金收入每个月大约20万日元，他们没有太多存款，但因为市营住宅的房租不高，只要节省一点，生活还能勉强维持。2人的长子直树46岁，直树和妻子2个孩子住在同一个县内。以前他大约每个月会回家1次，有时也会把2个孙子一起带来。每次听说儿子一家要回来，明子都会从前1天开始准备，锅子里煮着家常的炖菜，柜子里放着孙子喜欢的零食。对直树来说，那或许只是每月1次的普通探望，但对明子来说，却是整个月最期待的1天。只是后来，直树的工作越来越忙，2个孩子的才艺课和活动也越来越多。原本1个月1次的探望，慢慢变成2个月1次，接着是更久。昭夫一开始还安慰妻子，年轻人要上班，要顾孩子，本来就很忙。可是，当2个人留在住宅里的时间越来越长，他们打给儿子的电话也开始越来越频繁。客厅的日光灯坏了，去医院看诊，医师又多开了1种药。可是对昭夫和明子来说，这些是他们1天里少数可以说给别人听的事。明子先打电话，儿子没有接，他就再传1则讯息。过了一段时间没有回复，心里又开始想，他是不是没有看见？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还是已经不想理我们了？明子后来回忆，我只是想让他听我说一下而已。但是那些看似普通的电话里，可能还藏着另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：今天还有人记得我吗？他们第一个感受到的，甚至不是生气，而是突然发现，原来自己在儿子的生活里已经变成了一种负担。第2天晚上，明子还是照常把晚餐端上桌，可是那张餐桌上再也没有人提起直树，也没有人谈到2个孙子，整间屋子突然安静了下来。看到这里，很多人可能已经有了答案：这个儿子太不孝了。父母只是想说几句话，有必要回得这么绝吗？但如果这个故事只是不孝儿子伤害年迈父母，真正的问题反而会被我们忽略，因为我们不知道直树当时承受着多少工作压力、育儿问题，以及自己家庭里尚未解决的事情。同一通电话，父母听见的可能是陪伴，但子女听见的却可能是另一件等着他处理的事。如果没有立刻回复，他会不会被认为不关心？如果今天处理了灯管，明天是不是还有药物、自治会、家电和医院？直树的说法确实很伤人，可是那句话可能不是关系突然变坏的起点，而是2边都已经撑了很久，最后才出现的结果。那天晚上，真正让昭夫和明子难受的，不是钱不够，也不是灯还没有修好，而是他们原本以为永远可以依靠的人，突然把门关上了。昭夫一开始非常生气，他好几次想说，哪有孩子这样对父母？但话到了嘴边，最后都没有说出口。这时候，
明子哭着说了一句话：私たち寂しかっただけなのよね。直到这一刻，他们才第一次承认，他们把生活上的困难交给儿子，也把自己的寂寞全部交给了儿子。而这才是整个故事最关键的地方。问题不只是父母联络得太频繁，也不只是儿子没有耐心，真正危险的是，这对夫妻的晚年生活只剩下一个出口：只要有事情就找儿子，只要寂寞就找儿子，只要儿子没有接电话，整个支持系统就像突然断线。日本的高龄社会白皮书也提到，高龄者的社会参与和人际连结与生活中的安心感及意义感有关。但是，如果一个人的支持全部集中在家人身上，当家庭关系开始动摇，孤立感也可能变得更加强烈。昭夫和明子开始做一件过去不太愿意做的事，他们慢慢参加市营住宅的自治会活动，倒完垃圾之后，不再立刻转身回家，而是留下来和邻居聊几句。后来，他们也开始参加地区举办的长者交流活动。一开始，两个人都感到有些不自在，但是听见其他长者的故事之后，他们才发现，原来有很多人的孩子同样住得不远，见面的次数却越来越少。他们不是唯一被留下来的人。几个月后，直树主动传来一则讯息，上面只有一句话：きつい言い方をして悪かった。明子看到后，立刻想回复一大段文字。他想告诉儿子自己那天有多难过，也想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再带孙子回来。但昭夫阻止了他。两个人商量了一会儿，最后只回复：我们也很抱歉让你承受太多了，我们现在过得很好。这则讯息没有让一切回到从前，直树没有因此恢复每个月探望，餐桌上也没有重新出现儿子和孙子热闹说话的声音。两个人的晚餐依然安静，只是那份安静开始和以前不太一样了。以前他们坐在餐桌前是在等儿子的电话，现在他们偶尔会聊起自治会遇见的人，交流活动里听见的故事，以及下一次要不要再去参加。餐桌没有重新变得热闹，但两个人一起吃饭的时间却慢慢变得平静。他们和儿子之间的距离依然存在，那份距离还是会让人感到寂寞，只是他们不再要求同一个人填满生活里所有的空缺。这个故事没有一个真正圆满的结局，儿子没有突然变得更孝顺，父母也没有从此不再想念孩子，他们只是终于明白，家人的爱很重要，但再亲近的家人也不应该成为一个人晚年生活里唯一能够求助、说话和被理解的对象。不完全依赖家庭，不代表不再需要家人，而是当孩子没有接电话，没有时间回家，甚至暂时无法理解自己的时候，生活里仍然有其他的人、其他的地方可以接住自己。或许晚年真正的独立，从来不是我谁都不需要，而是当最亲近的人暂时接不住自己时，我的生活不会跟着一起倒下。昭夫和明子现在正安静地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，不是回到从前，而是重新找到一种即使没有完全依靠家人，也能继续走下去的日子。我是阿和，我会继续分享更多值得深思的真实社会案例，记得订阅。顾爸妈，没家了，我们下一个故事见。